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网传杨紫范丞丞出演199爱，引粉丝失望，大喊不安排。在影视寒冬的今天，可以创业的企业越来越少，大企业越来越少。回应是，还有其他东西，这只是电信舞台上空降和玻璃戏剧化的冰山一角。很多节目没有额外的曝光和拨款费用，通过代言文件就会空降。而且，少数剧集并非资本倾向，也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追查企业参与。没有商业安排，没有插播广告，必须曝光。电影和媒体业务的下滑直接反映在节目的传播方式上。除非是大秀偏向于背景不同、危险秀，其他任何方式制作人都不会和以前对等。只要是秀，就会有赞助植入。业内人士表示，一些有自己流量的 VIP 在播出剧集的时候，会直截了当地带上自己的支持，做商业定位，可以让舞台派对回馈一些现金。这样的专家，一线女艺人中，迪丽热巴和杨紫都是牛逼，有自己的流量和资本，参加的节目基本不强调卖。今日备受关注的新片199爱终于成立了一个专题组，由杨紫、范丞丞、金世佳、蓝盈莹共同出演。之前的199爱就说明开始录制和放映，选了勇敢的女主杨紫，演绎新秀已经来了。直到首席关注范丞丞的微博之后，今天才传来消息，得到了肯定。尽管一切都主要建立在真实的声明上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它仍然是不可分割的。只是杨紫的粉丝们似乎对199爱这档节目不抱希望，对于艺人竞争对手的洞察，他们更失望。发生了什么？这部剧的故事是什么？杨紫在演新锐偶像秀，从17岁穿越到30岁。199爱改编自17岁你喜欢谁？这是一个平凡的青春宠儿，讲述了在北方航空城的一个家庭天井里，黄英子、江毅等7个年轻人的故事。他们一起长大，是一家人，并同意一起参加选校考试的基础。尽管如此，在17世纪的到来之后，青春的承诺消失了。最终，黄英子一个人来到北京，江毅去了美国，同伴们一发不可收拾。一场婚礼凝聚了几群人的背影，他们各有各的难处，活到了30岁。黄英子想当作家，但她的职业还没有上一个台阶。时隔多年，她重逢了暗恋的演奏家江毅，平日里有些平庸的他。江一原是个学识渊博的天才，但一切都是他的面具。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重大的不幸，他的生活距离基本上像看起来的那么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些不同的同伴同样面临着他们生活中对与错的决定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推进。他们重归于好，再次成为彼此生活中的帮凶。从剧情来看，199的爱情并不是一部偶像剧，而是一部题材合理的发展剧，尤其是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中期，处于攻势初期货币的变故，显得尤为重要。在人物回忆录中，黄英子被带到了变革开放下的世界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。她从小就需要成为一名散文家，长大后成为一名专栏作家。这个角色的年龄范围应该是17岁到30岁，人物是一个旺盛迷人又古怪的天井小姐画面。异类的演技应该是在杨紫演技安全的地方。合奏剧集香蜜沉沉烬如霜开场既紧密活泼细腻。今年播出的沉香如粉中的白美眉也是个不一般的人。杨紫在破译这些字符的同时，也有一套硬而快的出现技巧。古怪的磁性一定是边说话边盯着，歪着头，喜欢笑，边走边跳。经常看杨紫表演的观众，只要靠近他们的眼睛，一定能相信一张类似的照片。只是在当代剧中，杨紫演的角色还真少。类似的想必还有《请多指教》里的林志晓。但林志潇这个人，并不是绝对的精力充沛，比较高傲，比较温和。欢乐颂中的邱莹莹并不完全是一个人，她更愿意单纯和无知。在199年的爱情中，杨紫将如何塑造出那种有年龄体验的人，以及如何将17岁和30岁进行区分，仍将让人期待。
毕竟入围白玉兰奖的优质女配角已经让人放心了，而这个位置也一定是杨紫进入话剧领域的开始。对于男主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标准配置。小时候，江毅发育迟缓，又瘦又矮，经常借助不同的孩子被欺负，黄英子承担了照顾他的义务。谁知道江毅长大后可能会长得高大好看，他绝不会承认黄英子从小就包括他在内。才华横溢的少年和精力充沛的女性的欢喜冤家也变得如此相似。可以看出，虽然年轻人里面的人物都很经典，但并没有太多的惊喜。这是快乐朋友的常规形状。更受瞩目的是30岁的重逢，江毅一下子出国，遭遇人生巅峰后，再次出现在朋友面前，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也差不多要开始了。江毅在后期变得更加阴郁和成熟，绝对不同于他的年轻人。范丞丞虽然在这几年里演过无数次演出，但可能没有让观众眼花缭乱的画作。他的出现能力如何还有待观察。如何正确地打好江毅这种性格千变万化的复杂位置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拓市场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杨紫的帮凶，老老实实地学习杨紫身上的大量现身能力，力求大幅度提升。女心理学家剧组又出来了，惹怒了杨紫狂热分子。199爱引入了任务制造剧组，看起来价格很高，是一个过度度数的制造剧组。导演过《江南黎明》和《左肩的你》的牛超导演，在导演当代题材的表演方面做得很到位。编剧李阳更是厉害，他是河神系列的编剧，有了他的掌管，故事的节奏就不会再拖后腿了。平心而论，199的爱情的制作组可能很不错，但女星确定杨紫的消息却引起了狂热分子的极大不满。一切都是因为制造商是 ELO Production Company， 这家公司也是女心理学家的制造商。女心理学家一播出就备受争议。自从杨紫成为女主之后，争论就变成了针对杨紫的话题。这部剧的剧情悬而未决，杨紫的出场能力也受到了影响。剧中，她的脸通常面无表情，像机器人一样，毫无起伏地说出地道的痕迹。女性心理学家的评分是迄今为止最简单的5.1分。这是一部天生的烂片，无论是路人辅助还是狂热分子，都对这部剧没有过分评价。但在杨紫的号召下，女心理学家成为了今年余下印刷平台的年度资助冠军，使该平台成为当年最便捷的平台，实现了有效的卓越 MAU 热潮，并为众多平台创造了广播事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狂热者认为平台和厂商都辜负了杨紫和他们的努力。话虽如此，在影视寒冬之下，有一部电影和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远远不够干净，是很多明星都求不来的极品展示。02在例外中被孤立的冠军肖战2次被主流认可，网友反应不一。只是肖战自己的讨论很精彩。王牌部队入围飞天奖和余生请多指教已经2天了，讨论的热情还没有过去。无论业界如何以双重标准对待，多维度分析肖战能否拿到这个奖项，是运气问题还是实力问题。不过这也说明，对于肖战批评自己能拿到这个奖的反应，能拿到这个奖还是很有用的。其他艺人的提名或奖项都是真实的，当之无愧的优秀的吹捧，轮到肖战，画风就变了，永远都离不开运气、粉丝、流量的话题。算了，习惯了，放过他们吧。就算拿到了奥斯卡小金人，他们还是有批评的。这个被孤立在例外中的获奖者，也是因为《王牌骑兵》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引起了热议。短短3个月，网友们的反应是两面低，让竞争对手更加反感。这也是有原因的，被市场正式打上烙印的新生代实力派演员回归创作初衷，现已入围飞天奖主流电视剧奖。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粉丝坐在流量上，仍然获得主流奖项？当时所表达的情绪现在仍然具有相关性。虽然肖战主演的剧都抵制了多维度的对比，但似乎承认肖战在《陈情令》爆红后播出的每一部剧都是爆红的成就，这很难。不和其他作品比较，只和让肖战成名的作品《陈情令》比较。在当时，它非常直观、明显，令人震惊。
延迟 G101就是利用了这一点。与《陈情令》相比，后期播出的作品没有那么强烈和明显，但火必须达到，用业界的话来说就是热播。而这个结果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肖战已经把自己的起点拉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，在原来的位置上又诞生了一部现象级的爆剧，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效果并没有那么大。很显然，因为观众都归于粉丝的虚拟身份，只要看剧就是粉丝。灵魂问：粉丝的前提不就是观众吗？纵观国产剧中的当红演员，不难发现，不少艺人别说突破了，年龄在增长，但业务能力却停滞不前，更严重的是还在苦苦挣扎。肖战的每一部剧都能得到如此高的讨论度，从来都不是粉丝的主要考虑因素，就是每部作品对每个角色的处理，对剧本和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二次创作后，将呈现给观众的是人物的成长和鲜明的个性特征。这不仅仅是靠流量、粉丝和运气来实现的。从斗罗大陆到王牌战队，再到余生请多指教；从如梦如幻剧集到玉骨遥遥到梦中的大海，再到今天的烈日下我，没有重复的主题。无论是转型还是挑战，肖战每一首曲目都在努力，没有让粉丝失望，更没有让观众失望。再一次，在肖战上演了自己的首部话剧《如梦似幻》之后，现任剧评人程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这不是他的巅峰，而是他的起点。深深的，这句话不仅定义了肖战在话剧表演中的认可度，很多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发现，真正让肖战走红的《陈情令》之后播出的作品都是现货，比如《斗罗大陆》《狼殿下》请指教余生，哪怕是这次入围飞天的《王牌部队》，也是肖战在被业界硬核之前接手的一个项目，是在质疑和高强度时期完成的译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从天之巅到谷底，再从谷底到山顶，甚至成为超顶级流后，《玉骨遥我的大海》Dream 和 The Song With Me 尚未上映。为了真正与观众见面，这些作品都是肖战出演电视剧《如梦似幻》之后创作的作品。无论你此刻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，它是过去式，属于肖战的演员生涯正在进行中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